男人最大的性魅力不是你身上的零件，而是你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也不是什么身份啊、权利啊这些，而是你有一项能够改变别人做决定的能力。就比如说你现在喜欢这个女生，她对你很冷淡啊，那你要如何让她反过来主动追你？听起来好像很夸张，但是这种足以扭转关系的恐怖影响力是真实存在的，它源自于心理杠杆。我今天想通过3个维度，神不知鬼不觉的来让你们感受一下，好吧？如何去撬动对方的情绪、决定乃至认知。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都是我们就是做了理性思考以后的结果，是不是？但其实我们在思考之前，我们所接触的外界环境就已经注定了我们接下来的决定了。就比如说你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拿起那个熟悉的品牌，全程不看上下2层的其他牌子，你觉得是自己用习惯了让你选择了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超市货架的高度替你决定的，是他把利润最高最想卖的产品放在了成年人站立时手臂自然下垂的位置，这个位置被称之为黄金陈列带，而你的习惯与决定都是被提前设计好的。所以说，真正的影响力从来不是发生在事情中，而是在事情开始之前。而撬动影响力的心理杠杆总共就分为3个维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顺序杠杆。人的大脑有一个 bug， 就是你最先接触到的信息会成为后续所有的这个判断的参考基准。所以为什么会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呢？就比如同样是一个8分美女，你第一次见她的场合是在夜场和高级写字楼，你对她整个人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夜场认识的女生，哪怕后面你看见了，就是你看到她在拼命的考研，你也会觉得说在装认真，在装好学生，对不对？那如果说是写字楼认识的，哪怕你最近看到她在喝酒蹦迪，你也会先猜测她可能是最近事业压力比较大，她可能偶尔出来一下。那同样的，当你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你不能下意识的把自己带入到追求者的角色，你也不能一上来就跟她说周末有空吗？一起吃饭啊，这样马上就会触发她的反追求机制啊，她会立马把你归类为追求者那一档。哪怕你后面再去展示你的一些高价值了啊，就比如说你开的是一辆好车，你带了一块名表啊，你跟他聊天聊的时候，你聊到了你的事业很牛逼，他都会觉得你是在故意拿给他看，他会自带一种防御心理。所以啊，你要约他吃饭，你就要注意你给他的信息顺序。你可以提前几天跟他说，我昨天吃了家店啊，我第一口下去我就想到了，你要是吃到这个，你一定会很开心，我都想到了你摇头晃脑的那个样子了啊！当你提前甩出信息是这家餐厅很棒，你肯定会喜欢，而不是我要约你。那女生她后面做决定的时候，她的脑回路就是我要去试试这家餐厅啊，这家餐厅是不是真的有如你所说的那么好，而不是说我要答应这个追求者的邀请嘛啊，她脑子里就没有这个东西了。那在这个前提下，等周末的时候你再跟他说下午少吃点，留点胃口，我晚上订了上次那家店，我带你去尝尝啊，他就会更容易答应你，而且他对你也没有什么防备心理了，也更利于你们后续的关系推进。所以网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不要去追女生，我们要去吸引女生啊，但是你们永远无法理解到里面的真谛。其实原理就是这样的，你开局的标签贴对了，后续的进展自然就简单了。我们再来说一下第2个，好吧，就是情绪杠杆。同样一句话，在对方开心和对方难过的时候说，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四川小孩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要零花钱的时候绝对不能选老爸老妈打麻将的时候，一定要带他赢钱的时候。这个道理四川小孩都是懂的，但是真正懂影响力的高手可不是只会去判断时机的，而是懂得在对方做决定之前先调整他的情绪。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她突然对你冷淡了啊，你想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啊？你不能直接去追问啊，你最近怎么了？你干嘛不理我呀？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对吧？这样的话，女生跟你的情绪她就会是对立面的，她觉得你是在批判她，她没有理你这个事儿，那她只会更冷淡啊。你应该干嘛？先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调整她的情绪。你可以先调侃她一句说，有个大瓜吃不吃啊？
那女生都会比较八卦嘛，对不对？她肯定会回你说什么大瓜呀？你就说最近去算了一命我还帮你算了一卦，但我不知道他算的准不准。那等女生问你，他就说，哎，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什么结果？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那你这个时候再回他说，你要转运了，而且是感情事业双开花，怎么样吗？最近那反正你是跟他胡扯，对不对？让氛围轻松一点，用幽默的方式去开启一下聊天，那女生她自然懂你的玩笑嘛，对吧？那女生呢，很多也会知道你是玩笑话，她也不会说完全去当真。那同样的问题，你在情绪好的状态下去切入，那她感受到的肯定就不是什么压力，她反而会觉得你是在关心她，那她最后就会敞开心扉的告诉你她最近发生了什么，你再去解决问题或者说推进关系，那是不是就会事半功倍啊？对吧？好，第三个非常关键了，叫做信任杠杆。人呐，是一种极度依赖社会参考的动物。同一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和第三个人嘴里说出来，幸福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公司去谈项目的时候，老板通常会带个亲信，或者说中间人方便他来为自己做介绍。这是某某公司的某某总，对不对？在某个领域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如果这句话换成自己来说，就会非常的尴尬，就会成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你在接触优质女生的时候，你也需要第三方的一个信任杠杆。怎么做呢？很简单，甚至都不需要第三个人开口为你说话，你只需要展示你的异性资源就够了就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大方的让你的小美看到你身边是不缺女生的。这不是在立什么海王人设，而是说你说话、打电话、发朋友圈等等，不需要去避开那些跟其他女生相关的东西。哪怕你只是在跟小美约会的时候接了一个女同事电话，你都可以带一句说谢谢了美女你这么光明正大的展示，那这个小美自然就清楚你跟其他女生好像没有什么故事，但是你是不匮乏的，你是不缺女生的你已经通过了很多姐妹的检验了，对吧？说明你这个人不赖不差。那在这种信任杠杆的撬动之下，你的小美就会反过来会有一种对你想要就走进你的一种欲望。毕竟她跟你是一样的，她也会想要主动去争取优质异性，她也会担心你被别人抢先一步攻略了。所以说信任不必亲自证明，借他人之口放大自身价值才是聪明人的选择。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真正的顶级博弈是你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结果，而对方还觉得一切好像是他自己的选择记住，弱者才会困于情绪，强者都是利用人性主导关系的。我是焦哥，下课。